6回，少康复国。夏朝的建立让王位成为了世袭，夏朝的君主们把王位代代相传。那么夏朝有没有就这样幸福快乐下去呢？没有。国家建立没多久，一出极其宫斗、仇杀、复仇的狗血剧就上演了。首先是老夏家第3代传人太康喵 Playboy， 虽然身为国君，但每日不理政事，就是喜欢出去浪。走，浪去！这样的君主自然是导致国家越来越混乱。于是这时另一个角色出现了，他就是后羿喵。是不是很耳熟？神话中的后羿喵射下了9个。但历史上的后羿喵其实是夏朝时期的一个部落首领。看着太康喵天天出去浪，后羿喵就带兵把太康喵给踹了，顺便立了太康喵的弟弟上去当国王。因为手握重权，后羿喵想干啥就干啥，想让谁当国王就让谁当国王。终于他忍不住了，后羿喵把夏家人踹了，自己当了王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后羿代夏。而当了国王后的后羿喵发现自己体内的 Play 之魂在熊熊燃烧，想去浪，他也天天出去浪。哈哈哈哈！这时本剧的大 boss 出现了，这就是后羿喵的臣子韩卓喵。这家伙外表人畜无害，老大，你射箭的英姿真迷人。是吗？那我射给你看。实际上心怀鬼胎，在路上下手。是。等到时机一成熟，后羿喵就领便当了。走你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韩卓喵认为夏家的后代们将来一定是自己的威胁。喵，留不得。于是派杀手们去斩草除根，团购一批便当。是。剧情发展到这里，你应该也猜到个7、8成了。是的，夏家虽然大部分领了便当，但最终还是逃出来了一个人，这就是王子少康喵。少康喵从小流落民间，虽然我看上去是个风度翩翩的猪肉佬，可是他一直谨记自己是个王子。对，我是个王子。他经常深思复国的方法，复国，但啥都想不出来。复国方法没找到，他自己倒是被杀手们找到了，就是那个风度翩翩的猪肉佬。在敌人的追杀下，少康喵藏到了一个叫有余氏的部落里。有余氏的首领曾经是夏家臣子，是夏家后人。为什么感觉有人盯着我看？为了感念夏家的恩德，而且也觉得少康喵气质非凡，好有气质。不但把小弟和地盘打包送给了他，不要客气，拿去吧。连女儿都一块嫁给了少康喵，好好伺候。少康喵一下突然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。可要打大 boss 韩卓喵，实力还是不够呀。这时突然一支军队出现了，原来是夏朝老臣多年来收集的遗族。吓死了！就这样，少康喵率领着大军杀回了京城。我走。韩卓喵也因为不是主角，帮他准备便当，乖乖地领了便当。国家再一次回到了老夏家，回来啦！少康喵也成为了新的国王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少康复国。少康喵在位期间勤于政治，好难呀！经过努力，夏朝喵民们恢复了往日生机。从失国到复国，夏朝这出狗血剧经历了数十年，这暴露了王位世袭制的缺点。往往只有好的君主，民众才会过得太平，而君主昏庸，国家就会变得动荡不安。那么夏朝究竟何去何从呢？下一集商汤灭夏，要记得来看哟。